嗨，大家好，嘟嘟又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再次回来我们的频道。舅舅今天要做什么呢？今天来做杏仁酥，这是网友的点餐。会难做吗？不会，像前面2支年饼视频一样，非常容易。只是杏仁酥做法多样，希望舅舅的做法大家也会喜欢。首先，将120毫升食用油倒入料理盆中，此食谱只需要一般食用油、玉米油或向日葵花油都行，如此一来才不会混淆了杏仁的香味。接着，将80克糖粉过筛加入，这糖粉是舅舅自己处理，比较纯正，因此80克就足够甜了。如果您的糖粉是购买的，可以添加至100克。甜度可以自己拿捏。是的。接着加入1/4小匙盐，再一起拌匀。加一点盐可以提升糖的甜度，当饼干化在口里时，味觉上比较有层次感。甜中带点咸，不甜不腻。可以这么说。接着筛入180克低筋面粉。这低筋面粉分2次筛入，方便拌匀。先筛入一半，再稍作混合，将湿性的油糊与干性的粉料先做个初步的拌合。接着再将剩余的面粉完全筛入。过筛时，最后残留在筛网上的粗颗粒，可用手或刮板搓一搓，就通过筛网，才不会造成粉料的损耗，而影响到最终成品品质。接着筛入食用苏打和发粉各1小匙，这发粉又称泡打粉，这2种粉料都属复配蓬松剂，能让成品更酥脆一些，少量摄取对健康不会造成影响，无需担心。对了，嘟嘟在这里再次向大家致谢，谢谢大家的温馨留言、订阅与分享。舅舅也要谢谢热心厚爱的朋友，不吝赐教，常给舅舅提出宝贵的意见，祝彼得与嘟嘟成长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最后再筛入120克杏仁粉。这杏仁粉是买现成的吗？是的，这杏仁粉非常普遍，到处可以买到。如果将杏仁粉换成青豆肥，就变成青豆饼了，是吗？只要做些小调整，理论上是成立的。关于青豆饼，舅舅有个很完整的配方供大家参考，欢迎大家可点击右上角视频。接着继续用刮刀将材料以切拌的方式混合，尽量从底部翻拌起，这样才能避免底部残留干粉状态。当所有粉料混合成松散小颗粒后，这说明此时粉料已经被油糊吸收了。接着可用手将松散小颗粒面絮聚合成团，此时千万不要用手大力或过度搓揉，这会是怎样？这会导致面团出筋，同时也会造成烘烤后的成品收缩变形，最终影响成品酥脆度，变成硬硬的，是吗？对。最后用手抓起一小斤面团，轻轻一捏，面团不松散，就可以开始给饼干塑形了。前2支年饼视频，花生饼是用手塑形，另一支影片巧克力曲奇是用挤的。今天又要出大招吗？没有，今天这做法更简单。拿出一个塑料袋，一边剪开，勺入适量的面团，将塑料袋覆盖上，再用擀面棍将面团擀成约1公分的厚片。
将两面整平，尽可能保持厚度一致。接着，将覆盖表面的塑料袋掀开，将模具沾点干粉防粘。这用的是什么粉？一样是低筋面粉。接着一片片按出。哇，真的很容易，我也会。是的，很简单。舅舅，如果没有这模具怎么办呢？那也没问题，这可以用刀子切成一片片，也可以用手搓成一颗颗小圆球。随心所欲，只要自己喜欢就行，是这样吗？是的，制作饼干很简单，只要配方成分对了，造型方面真的可以天马行空，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来。对，但是造型上要记住3要点。哪3点呢？在同一烤盘的成品尽可能保持大小一致，还有厚度和形状也要一致，这样才能同步烘烤至熟。您讲得很详细，形状、大小、厚度，明白了。烤盘铺上一张烘焙纸，再将一颗颗生坯放入。取一颗蛋黄，再加入食用油与清水各1小匙，拌匀后再均匀涂抹在生坯上，加了油和清水稀释的蛋液，饼干烤熟后油亮亮，不会有焦灼的感觉。嘟嘟，每一年岁末的时候，舅舅和舅母最喜欢在夜深人静时制作这一类年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完全不需要机器搅拌，不会打扰到家人以及左邻右舍。夜深人静时静静烘焙，真的很减压，特别疗愈。每年都要做很多吗？约10个口味，共100多罐。是有出售吗？没有，你想到哪去了？就纯粹和亲戚朋友分享，感恩大家1年来的关爱。庆幸我是您的亲戚。那你要先学会关爱哦。那是必须的。接着取一片杏仁片铺在表面上，这样点缀很好看。对，比较能够凸显出饼干的特色。除了杏仁片，还能用其他的吗？可以，这杏仁片可以用其他坚果类取代，而且都不用烤熟。在杏仁片上再抹些蛋液，这样烘烤后的色泽比较一致。这纯粹是个人喜欢。预热10分钟后的烤箱，160摄氏度烘烤30分钟，各家烤箱性能有异，此部分还请自行调整。烤熟后的饼干，冷却后才能享用。很漂亮。是的，外表很清爽，色泽上很统一，没有参差不齐的感觉。而且很简单，前后才1个小时左右。是的，量少也有关系。此食谱完成后共69片，刚好装满1罐。这真的如您所讲，表面没有焦焦的感觉。一起来试个味吧。品尝饼干的美味，不外乎是享受其香、酥、脆，口感上的满足。在制作过程中，只要将制作材料稍作调整，或改变一点操作方式，就能呈现出不同的风貌。制作年饼真的不需高深制作技巧或很长学习时间，只要愿意试着做，谁都可以做出美味可口的饼干。真的，这点嘟嘟很认同。各位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制作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，千万别找我，小舅舅，千万记得哦。喂，你